这期难就难在这酒店网络卡顿是随机发生的，而且麻烦的是它还能毫无痕迹的自己恢复网络。面对这种间歇性的网络故障，你只能靠大量的时间和一些运气。为了能保留更多的细节，所以这期视频我就稍微做得长一点。开始来到了酒店，我就和前台说了一下情况，然后前台就让我在这里等一会儿，他去找他们主管过来。等待期间，我就下意识的数了下他们监控数量，因为我不要担心他们监控和网络是混在一起的。如果真是混在一起的话，那么网络卡顿仪就算是找到了。648减掉这3个，45个监控。监控数量数完毕后，一个小哥就带我去机房看了下。这是一些网络啊什么的。都在这里。啊，是的。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它是前台你是网络掉线。前台网络掉线。对，然后那个 WiFi 它也不稳定，就一会儿它就也是连不上，就是无法使用网络，然后又一会儿又恢复。听完故障描述，我看了下他们主路由，这路由器整体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这边的线路布局以及终端设备怎么样，所以就提出先去房间看一下，这样心里也有个底。就是能进个房间，我看一下具体网络吧。那房间吗？对，有个空房间吗？哦，行。当时小哥就带我去含卡次数比较多的房间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。那 WiFi 装在哪里呢 WiFi？ 对啊。WiFi 接口。好，看到了。当时我看了一下，他们房间都是装这种面板 AP， 这样规划挺好。我就担心每个房间装的都是小路由，这样不可控的因素就实在太多了。这里我连上 WiFi 看了一下速率，2.4G 的协商速率已经满了，说明这房间信号完全是可以的。然后我测了一下网速，发现这里 WiFi 并没有跑满，索性我就直接用电脑这样去看一下有线网速有没有衰减。这有线网速和 WiFi 一样，看来线路方面有点问题。我这边拼试一下抖动吧。我这边打算拼试一下抖动。我通过 IP config 命令查到了路由器后台，这路由器它是2网段的，然后我拼了这个地址，看了下波动。这抖动还可以，有部分延迟，拼大包试一下。一般有线延迟都是1、2毫秒，这里出现了一个3、4、5毫秒的波动，所以就拼大包继续看了下波动。有点延迟，一般来说也是1才对，你这个有点延迟。还丢了个包，那应该是线路或者是交换机这边有抖动，我得查它全盘线路。你是每个楼层都有交换机吗？对，是的。去楼层交换机看看。在这里啊。是的。你这个还有大对数啊。有些监控的。包括了一些监控的。里面也包含监控。你这一层有多少个监控？监控的话，一个楼层4个。一个楼层4个。对，一个楼层，8楼到2楼是4个。那全部的房间的线都在这里了。每个楼层。就是每个楼层的。对。这一层有多少个房间？12个。对。那正好有12条线。那监控你要说有4个的话，也在里面吗？但是我只看到12条线。这个12条线是网线，它那个的话。这下面还有监控。对。那这下面这应该是监控了，有4个，1、2、3、4。对，是的。当时我看到监控交换机它是独立的，它的主线是接到白色交换机上，白色交换机又接了一条灰色线往上面走了，也不知道是通向哪里的。那时候我还抱了一些希望监控和网络没有混在一起。但是我用电脑这样去扫一遍的时候，发现监控最终还是和网络混在了一起。哇，包括录像机正好45个摄像头一个录像机混在一起了。当时我和小哥说，是监控和网络混在一起导致了网络卡顿，但是小哥不支持我的观点，他说之前早就这样了，这1年多来都是正常的，只是近半个月才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问题应该不出在这里。当时我觉得也对，
这些小波动还不至于影响到他们打不开网页的地步，所以就进后台看了一番。我首先看了下路由器的 CPU， 目前情况良好，然后再看了下 AP 的状态，85个 AP 都没有出现离线的情况，每个终端的连接数我也看了，也就几十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接着我启用流量监控，统计了下有没有异常的流量 IP， 后面统计下来，发现都是正常的。至于运行日记，我也翻了1000多条记录，并没有看到哪里有异常之处。当时小哥就和我说，这就那故障可怕之处，它是不定时出现的。总之就是某个时间段非常的卡，然后后面它又会自己恢复。为了测试小哥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就让小哥随便打开个游戏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看波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接连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。就是到时候卡了再跟我说一下。行。现在属于正常。它大概多久会卡一下？晚上明显吧？晚上的话，基本都是说前天晚上我是在那个12点之后1点那会儿，12点多那会儿开始它就直接延迟一下。你这边我测了网速也不差，网速确实不差。当时又继续蹲了很久，确实没有出现掉线卡顿的情况，所以我就先暂时回去了。但到了第2天凌晨5点，小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，他这里确实存在明显的卡顿，网页也刷新不出来，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原因。他现在续刷新另一个网页，另一个网页也是根本刷不出来。他后面发几个视频都是一样的，网页根本就打不开，或者打开的非常的慢。于是我就远程看了下凌晨5点的运行日记。当时我从凌晨4点20开始往上翻，一直翻到凌晨5点12分，除了找到一个 AP 断开过，其他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。至于这 AP 断开的原因，我也找到了。这上面重新被分配的地址其实都是给 AP 分配的。我是通过 MAC 地址知道这些是 AP 设备，这是路由器对 AP 的一个刷新机制，通常都是在凌晨完成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大。当时我就怀疑他们说的卡顿难道是 AP 重新被分配地址导致的？索性我就收集了全部的 AP 信息，然后给它设置了一个静态接入，以为这样就解决了。但后面网络仍旧是不正常。这故障麻烦就麻烦在它不是定时出现的，你过去了它是好的，而且在运行日记里面不会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。我也不知道这种是外网因素导致还是内网因素导致，所以我就给路由器做了个长拼，先观测内网的情况，然后再随便拼一个网页观测外网的情况，就这样一路挂到了第2天。我就看了下数据，发现这时候外网已经超时了，内网这边倒是挺正常的。我 Ctrl 加7暂停了拼，然后统计了下数据，外网发送了67000多个包，只丢了2000多个包，最低延迟30毫秒，最高延迟3400毫秒。然后我看了下内网总共发送了77000个包，丢包率为0，但最高延迟高达3600毫秒。看来之前外网高延迟是这内网波动导致的。至于后面为什么外网一直拼超时，当时我以为是触发了外网的服务器保护机制，所以就禁止你拼它了。但是我重新拼开网页的时候，发现还是能拼得通，那应该不是服务器禁拼，所以这次超时可能和那故障有关。后面我又挂了一晚上，这回发现外网和内网一个包都没有丢。我往下拉看了一下外网延迟，发现大多数时间外网都是正常的，但在某一段时间它出现了高延迟的情况。这高延迟一段时间后，它又自己恢复正常了。这里我从头到尾看了下内网的波动，基本没有出现高延迟的情况，所以现在知道是外网存在问题了。但具体什么问题，压根就说不出来。我以为这期做不成视频了，但后面这故障又再次出现了，而且这次持续时间非常的长。具体情况就是那边整体断网了，不管插网线的电脑还是连接 WiFi 都连接不上。那时候我就和小哥视频，看了路由器的弯口，发现它是处于正常连接状态，然后我又让他去看了光猫，光猫并没有红灯，而且我也打电话核实过，光猫它是在线的。于是我就马上去现场看了下。这台的还用着我那个还连着那个 WiFi 站，正常啊。但是它连不上线啊。我看着5000个包一个都没丢。这时候内网处于正常的，而且路由器的弯口它是有 IP 连接的，但是这边就是断网了。这边我复制弯口的网关，然后拼试了下，发现是可以拼得通的，这说明弯口确实接入了外网。接着我就随便拼个网页试了下，发现这时候网页拼不通了。
这种情况应该是 DNS 出了问题。这里我马上拼一个外网 IP 试了下，因为拼外网 IP 是不需要经过 DNS 解析的。当时一拼通后就锤定了 DNS 解析出了问题，这也难怪之前拼外网会超时，可能是之前的 DNS 缓冲过期了，某种原因没有给它续上。我看了下湾口的2个 DNS， 确实是我们海南本地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海南 DNS 出了问题，于是我就在烂口里面写了个省外的 DNS， 看下更换 DNS 能不能恢复网络。填写完毕后，我通过 IP-out 查询了电脑目前的 DNS， 确定 DNS 修改成功后，然后我就试了下，但可惜的是，即使更换 DNS， 它也是拼不通的，所以这就排除了我们海南 DNS 的问题。那眼下就要考虑这路由器的问题了。当时我跳过路由器，直接接光猫上，发现跳过路由器后，各种情况都正常了过来，所以这里我就不过多赘述了。反正现在只要一接回路由器，就各种都不正常。后面更加干脆了，路由器的万口开始不工作了，怎么都连不上了。对，我重启试下，线全部接好了，都正常了。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路由器问题了。奇怪呀，光猫也重启了，都正常啊。看着还是上不了网了。万口还是未连接，这里路由器还是显示未连接，那应该是万口存在一些暗病，它之前能自己恢复，但是现在没办法恢复了。好在经过这几天的排查，终于得到了答案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。